瓦格纳起兵清君侧，俄乌战争和俄罗斯政局出现了新的转折点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一大早呢就看到了新闻说瓦格纳的负责人普里戈金发起政变了。这个倒不奇怪，因为过去几个月里边，普里戈金已经发出了多次警告，程度越来越激烈，可以说征兆越来越明显。这几个月，普里戈金对俄罗斯国防部基本没有说什么好话。打巴赫穆特的时候，他就抱怨俄军限制炮弹供应。俄军呢，在瓦格纳的侧翼守不住阵地，反而在瓦格纳身后埋地雷，还袭击了瓦格纳的排雷车队。所以他总是说，刚拿下来的巴赫穆特很有可能在俄军手里边再次丢失。这两天他刚刚表扬58集团军在扎波罗热作战水平不错，然后马上又批评俄罗斯国防部谎报军情。他说俄罗斯军队在扎波罗热伤亡很大，比乌军更惨重。他还威胁莫斯科说，如果不满足瓦格纳的要求，比如保证弹药供应、保证地位，他就要把卢甘斯克跟顿涅斯克的真相说出来。前几天，绍伊古要求所有工兵只能和国防部签合同，这就是要彻底夺取普里戈金的兵权了。普里戈金就警告别把他逼急了，逼急了俄罗斯就会有新的革命和政变。那时候呢，我还做了节目说，面对扎波罗热的紧张局势，绍伊古是不是打算给俄罗斯新开一条战线？结果这还没过几天呢，普里戈金跟绍伊古这对冤家还真的想要把俄罗斯拉进一场内战。这次的导火索呢，是普里戈金做了个视频，谴责俄罗斯空天军空袭了瓦格纳用于休整部队的后勤营地，造成了数人伤亡。然后他一怒之下点起了25000精兵回师俄罗斯国内，占领了罗斯托夫、沃罗涅日2座城市，还有附近的军用机场、军用设施，并且包围了俄罗斯南部军区总部大楼。沿途还跟俄军发生了小冲突。普里戈金说，他们部队击落了向平民车队开火，打死俄罗斯平民的3架俄军直升机。俄罗斯方面则宣称，普里戈金的行为呢是武装叛乱，俄军并没有攻击瓦格纳，袭击现场那个视频是瓦格纳自导自演。自导自演是我们这1-2年来很熟悉的词汇，并且要求瓦格纳士兵赶紧生擒活捉普里戈金，交给俄罗斯政府，然后各自回营。俄罗斯总检察长说，已经对普里戈金刑事立案，估计要判个15到20年。现在这个场景历史上很熟悉既有点像是凯撒带着13军团渡过卢比孔河，又有点科西嘉的怪物在如安港登陆那个味儿。但是普里戈金辩解说自己不是搞政变，占领俄军机场也不会妨碍当地俄军飞机对乌作战行动。但是俄罗斯政府必须把国防部里的坏人抓出来，交给瓦格纳部队。而这个坏人呢，就是指绍伊古还有格拉西莫夫等人。普里戈金回顾，在叙利亚的时候呢，瓦格纳曾经攻击美军的基地，美国就问绍伊古，发起攻击的人是不是你们俄罗斯人？绍伊古说，跟我们俄罗斯没关系，你们美军看着办。然后呢，美军就对瓦格纳用足了各种火力，所以普里戈金跟绍伊古的私仇根本解不开。这次普里戈金指责的罪名是绍伊古他们几个人，还有某个寡头集团一起带着国防部欺骗普京，制造北约跟乌克兰挑起战争的假象，然后才发起了特别军事行动，目的是要洗劫乌克兰，让富豪们瓜分财富。换句话说，普里戈金是在指责绍伊古他们才是自导自演。他要求重整军队，消除腐败，然后再次进行总动员，一起保卫俄罗斯。那么这件事如何平息，我们现在还没看到结局。我们可以考虑3个发展方向。第一种就是俄罗斯军队采取坚决行动，平定瓦格纳之乱。但是别看瓦格纳只出动25000人，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巴赫穆特，就能够想到吃掉25000人也要俄军好几个月的时间。关键问题是俄罗斯的兵从哪儿来？俄军现在能打的部队都在赫尔松、扎波罗热，一直到东边的顿涅斯克、卢甘斯克，都被乌军紧紧粘着，抽不开身。乌军呢，这2天还加强了攻势，无论是扎波罗热还是东线，战场情况都在吃紧。而且呢，北边也要担心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自由军团的袭扰，也没法抽调兵力。而俄军后方的动员兵为主，又基本没有战斗力，还指责俄军将领对他说话不用敬语。第二种呢是中间路线，也许就是俄罗斯政府会跟瓦格纳谈判，满足瓦格纳的一系列要求，比如提供更多的弹药支持，撤销对普里戈金的指控，保持普里戈金对瓦格纳的控制，让瓦格纳继续休整，按照计划在8月5日前后重返前线。
普里戈金呢可以撤兵，并且收回对国防部的谴责。不过这种局面一定会严重损害莫斯科的面子，因为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。普里戈金的话必然导致民众对战争理由的严重质疑。尤其是近来，俄罗斯民众更信任的不是俄罗斯国防部，而是这位瓦格纳负责人。可见这条路线似乎是不可行。那么第三种路线就是普京索性把这件事儿当做一个台阶，把罪责归于俄罗斯国防部、情报部门还有宣传部门的领导，承认自己被蒙骗了，然后利用这个台阶暂停战争，缓和跟北约与欧盟的关系。毕竟普京是俄罗斯彼得堡帮的人，代表的是俄罗斯最亲西方的势力。但是这么做的话，除了俄军要有强烈的对抗情绪之外，俄罗斯内部的黄俄派也肯定会跳出来反对普京的妥协，这条路更走不通。而且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实际情况，就是普京已经做了5分钟的电视发言，宣布国家需要团结一切力量，并且要坚决对参与叛乱的人采取严厉措施，显然是选择了一条最强硬的路线。目前看来，普里戈金不服气，不肯束手就擒，瓦格纳的部队还在继续集结，并且兵锋指向莫斯科。这样下去，真的可能又要出现一次惨烈的俄罗斯内战。不管如何，现在普里戈金不管做什么样的决定，他跟绍伊古的这段恩怨，对俄罗斯来讲都真的是非常的要命。